我老公，五爷，五爷，我老公。 学姐，胖哥，你行不行啊？谁他妈是你哥？那胖爷，哈哈，这个第272次档案部研写啊，嘿嘿嘿，来，让胖叔叔看看你内在的美。快递，吴山区，吴山区快递。
这些石头肯定有秘密，否则干嘛保存那么好啊？他们别都是职业杀手，想趁机杀咱们吧？啊，这不行，我回头这找他们要点精神损失费。我告诉你，哎呦，干嘛呀？有活儿，跟我走吧。咱不都金盆洗手了吗？都收拾收拾，赶紧走吧。过2天再洗一次呗。车上说。今天写信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提醒：铁筷子之锅，老骆驼认眼。老狗兄，如今最重要的日子已经临近，我们该赴约了。铁筷子之锅，老骆驼认眼，这好像是句黑话呀。这是不是要约人下地啊？信是寄给我爷爷的。你可别吓我啊！你爷不死好多年了。寄信的人叫李官镇，坐了25年的牢，刚放出来。我之前呢，在爷爷的笔记里见过，这个李官镇在风水学上有很高的造诣。解放前，曾和爷爷一起去过蒙古的一个地宫。这个地宫非常诡异，是李官镇通过彗星找到的。彗星是谁？他媳妇儿。彗星，哈雷彗星，知道吗？90多岁了，还找我爷爷下地，这事情绝对不简单。你不是挺淡泊的吗？啊？怎么一遇见事儿又来劲了？这个事情不一样，我爷爷死前曾托付给我一件事，如果是这个人写信过来，一定要特别关注。爷爷的遗憾，我得承担。咱们怎么老能找到这种地方？哼，那不也是跟着你找着的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闻见一股煤气味？哎呀，是煤气泄漏啊！哦，煤气泄漏啊，那可是大事儿啊！那我先报警了啊！别呀，来不及了！我丢，呵，啪，呵，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啊，比胖爷我过得还糙呢。我爷爷死前说过，他这辈子欠了很多债没有还，有几件事情，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结束，会报应到我身上。所以让三叔尽量在爷爷去世之后，把事情处理干净。那你三叔处理干净了吗？你说呢？一件都没处理，还给我加了不少事。哎，但爷爷特别提醒过，李官镇，如果发生的事情与他有关，就要全力以赴，否则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。哎，你和你爷爷感情那么好，他临终托付的事儿你是得办好，但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你得相信我爷爷欠孽债的本事，还是小心点吧。这画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李老爷子，来一头。李国正，李国正，谁呀？这个
就是我爷爷。嘿，一看就是亲生的。金色的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。还是好家伙好使是吧？我们的祖先认为，天象是天神所安排的秩序和对人世态度的表征，而彗星的出现，则正是表达了天神的怨怒，被视为灾祸、战争的最大预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的祖先一直对彗星心生敬畏。认为彗星是天神的使者，掌管。小哥，胖子，啊，这画的什么呀？小人儿看彗星？不对。这上面虽然画着一群小人在看彗星，但你看，这些小人的表情却非常的古怪，他们好像在看某种更可怕的东西。不是看彗星，那看什么呀？中邪了？不是，所有的画都是作画者内心的一种映射。当神秘而奇特的彗星划过天空，粉碎了他们对宇宙的完美有序的，他们开始意识到，或许真的是受天使之言，要把真理传达出去。快点了，彗星就要来了。没有结束，剑刺鬼城还有一条腿。我可没碰着你啊，老头！我可没碰你啊，老头！我可没碰着你啊，我没有钱啊，老头！快去！是李关镇，李关镇，救护车！李关镇！喂，120吗？李关镇，李关镇！什么李关镇？礼贤路15号有个老头叫李关镇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哎呦！你这走哪儿出事，你这也太邪性了！我告诉你，喂，你快点来啊！这就没了？这不应该啊！爷爷当时欠的那些孽债，都会标记在他的笔记里。但有关于李关镇和彗星地宫的部分，却写得十分简单，只说当年里面发生了极其怪异的事情。最后只有他们2个活着出来了。不是，我怎么觉得这块写的这么别扭，好像没写完似的。被撕了。给撕了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也被撕了呢？你说吧，你爷爷对吧？人家是9门5甲当家人。本事肯定不一般呢，他能出来，这事没毛病。但是这李关镇什么来头？据爷爷记载，民国年间，风水学主要分8个派别，被称为8风。8风指寻龙点穴，不盗掘古墓，而李关镇就是8风之一。刚李关镇最后一句说什么来着？规则。借此鬼城还有一条规则。什么规则？交通规则。不管是爷爷的笔记、彗星，还是李关镇死活都要再去一次，都证明这地宫不对劲。为了搞清真相，看来咱们必须得去一趟。
天，你是干什么来的？我想看一看蒙古的大好河山，来旅游嘛。你呢？你一个蒙古国人，不会也是来旅游的吧？啊，兄弟，我爷爷得了脑梗，最近一直都是我在陪床。但是，我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隔壁床有个老头，天天在那里念叨，说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一个地宫。他说，这个地宫啊，是天上的彗星带来的。彗星？会不会是外星人啊？彗星能带来地宫，那就要找彗星要一个大一点的别墅，600平米的房子，豪华装修了。你不相信这个事情，其实我也不相信，但是我真的让人去打听过，这件事情千真万确。千真万确，你就是有点喝多了，兄弟。打开窗户，吐了，窗户。我们继续玩吧。来，我们俩。李关镇那老小子肯定是在越行了，把这事给抖露出去了。在这个车里，刚才跟我喝酒的全是这么痛快的。这不可能，那李老头十有八九是已经中风了，就算他治好了，也不会。不信是吧？我就给你试试。哪个地方我都去过。客死反党，各效一方。四周都是无人区，一周一班车，跑了可能活不下来。大意了，要被包围了，就说不能金盆洗手，不然怎么能犯这种错？有小哥在，放轻松，是我们包围了他们。这么巧啊，都是在同一站下车。我们只想当贼，不想杀人。但如果把你们放走啊，你们肯定会找我们麻烦，是不是？吴家小三爷。完了，还是熟人，装不了了。对，同行哦，合作不？不合作的话，把你们埋在这里。合作，3-7分，我7你3。你7我3，我7你3才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开玩笑的。给我个理由呢？你们听说过张起灵吗？地宫的门马上就要开了，错过这次，就要再等70年。哎，真要合作呀？找机会报警，先拖着。这片沙漠我熟得很，我能以最快的方式到达那里。你们会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会，但可以让小哥不杀你。彗星要过天顶了，要谈，也先找到地宫的门。这里不合算。
咱们各凭本事，兄弟们，走，走。咱们怎么知道地宫在哪儿啊？观星定穴，听说过吗？风水上的一种秘术。什么破玩意儿？没信号。算了，地宫马上就要出现了，先盯着他们，尽量减少文物损失。行，那走，快走！看，就在那儿。快！没错吧？走。嘿，你还会看星盘呢？我在车上刚学的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雷大真小子，才发狠心人啊！这宝藏就在我们脚下。想要发财的兄弟们，都别说啊！把同门人带着兄弟们干活啊！兄弟们，接不接了吧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去你的！大爷的！老大，啥给你了？哎，你媳妇儿！是妈！你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啊？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胖子，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胖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给我说一遍！再说一遍！谁让你胡说八道的？说胖子，站住！跑啊！
胖子，胖子，二了，哎呦，胖子，哎呦，吃啥子都吃饱了，吃这玩意儿不会中毒吧？啊！还剩下什么？铲子和大件装备都丢了，只剩下随身的一些东西了。我们已经到了沙漠的基岩层，说明这里离地面有数十米。咱就来求个财，不会都死在这儿吧？闭上你的臭嘴，回去。哎，这不会是金刚墙吧？大荒落死，这4个字怎么这么眼熟？大荒路死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应该是个倒计时，大荒落应该是指12时辰中的4时，也就是早上9点到11点。我们必须在早上9点之前离开这里。马上就0点了，我们还有大概9个小时，必须尽快从地宫里找铲子挖出去。你怎么就能确定里面有铲子呢？我爷爷和李官镇之前带队来过这里，只有他们2个活着出去了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死亡的人，而死亡的人一定会遗留装备，出去的人也一定会遗留出去的办法。反正我们现在困在这里出不去，那就只能进去碰碰运气了。看来我打听的消息没错，你爷爷果然进来过。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罗苏。这些人看上去挺专业的。你说这金刚墙也没被破坏，你爷爷当时和李官镇怎么下来的？都是通过彗星找到位置的，也许这里不止1个入口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只能往前走了。
这儿怎么有4个一模一样的门呀？我去，这事儿大了！哎，咱们不会是发现了第2个10吨的石窟吧？原来芥子鬼城是这个意思。小人国地宫。这是不是之前队伍留下的？是之前的队伍，但不是出自同一人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李关镇说的那个规则呀？看上去像规则，又好像是警告。这些规则写的挺狂野呀！看这些小孩的发饰和体态，像是近代物件。如果这真是近代遗迹，这些小人的价值难以估量啊！老大，我咋觉得这地方咋这么邪乎？我觉得这些石像碰不得。你懂个什么？嗯？你知道这地宫里的东西，能是一般的东西吗？胖子，啊，我们去左边找耳石。一般来说，我爷爷下地洞都会打在耳石。走，找铲子。那好，我们去前边看一下。哎，不瞒你们说啊，胖爷我来之前已经报了警了啊！你们想顺东西，能不能带得出去，自己琢磨明白了。不是，哎，你老大，那这些东西那么大，有信号了吗？哪来的信号？吓唬他们，他们一看就是冲宝贝来的。那，老苏啊，我们去前边看一下。陈耀祖，你们3个留下那东西。哎。哎，这耳室怎么也有4个一样的门呀？哎呀，宝贝儿啊，发财了！哎，这里也有小人儿。赶紧啊！我不做呀。不要摸瞎子呀！完了，这儿没盗洞，也没铲子。你爷爷这不走寻常路啊！这耳室有点不对劲。咋？少布，怎么了，少布？少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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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事了，回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小哥，怎么了？回去，快点是。勒索，在回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咱们才进来半个小时啊，这地宫你也忒着急了吧你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最近本事见长，真的。剩下这3条路，不会也跟这条一样，走不出去吧？小哥，你还记得刚刚那个房间里的字吗？不要走回头路。啊？爷爷的笔记上面也记过类似的话。不能后退。有点麻烦了。这个地宫真的有规则，不过有件事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我爷爷当年出去了，所以我们一定也能出去。回头路不能走，这里有3条路，3条路中肯定有1条是出口。要我说呀，不行，咱们就直接绕到金刚墙那边，拿手刨出去算了。不可能，刚刚地裂塌下来，沙子起码堆了几10米厚。如果你用手刨，且不说一边刨一边塌，就算你把2只手都刨废了，也刨不出个2、3米。所以我们必须找铲子。吴雪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老子怎么回不去了？你放什么狗屁！地宫又不是我们家，你算老几呀？胖子，也配我们算计你？胖子，算了吧，不要浪费口水，走。讨厌！小三爷，对不住啊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之前看到些什么，不妨提点一二啊。这里应该不能走回头路。老大。
我们要不要听这孙子的话？如果要在你和吴邪之中选一个的话，我肯定听吴邪的。还记得找咱们的辽子给咱们多少钱吗？能给这么多钱的话，这里一定不简单。都给我稳住了。老苏，吴邪说不能走回头路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我们人多，可以分开探路。哦，试一下。前面那条甬道，就由你替大家趟一下。好。把它趟。老大，那个这边我去了。老大，我来。兄弟，你不信吴邪，其实我也不信。这回头路就由你为兄弟们去趟一下了。我不去。兄弟，你还记得出村之前你妈跟你怎么说的？她说要你听我的话，跟着我能发财，对不对？我会害你吗？等从这里出去，你就能发财了。还不是你亲戚吗？干我们这行有一个规矩，要想发财的话，就要从最没用的人开始死。那这里面最没用的人是我，应该我先去死呀。宝贝，我说你有用，你就有用。我这儿没问题。这里没问题，也要和之前一样的小人用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啊！أخا ارجع ارجع أنا متى شي حد الجواه بيتي وشت بدك 看来他们是找到茬的了，怕我们知道，故意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。玩心眼儿是吧？先别管他们了，我们继续找。
那边死人了。我去，他们这也太拼了。哎，咱也得努把力啊！嘿嘿，还有你，努努力。要不咱们俩也死一个？别呀，活儿多好啊！找铲子，找铲子。小哥，منين ورد؟ ارتدي شو انا؟ تعال تنده هدى جماعة بسواق对我的他打击啊！哎，我说那边的，注意看规则，免得把人害死。老宋，老宋，巴图，我的成色怎么样？这个船上都是极品古玉，每一枚都价值连城。老苏，你说怎么会有人在这地宫中打水池景观呢？这应该不是水，是桐油。桐油？干活。哎。田真，田真，过来看这。死于脊椎骨断裂，是我爷爷队伍里的人。那他也没铲子呀。哟，这还有镜子，嘿嘿，哎，照着你胖爷我这张帅脸，呸，唰，这皮肤还是有点干呢，地上画了个月亮，月亮上又画了个叉。想瞎了心了吧你？地底下哪来的月亮？
声控的。胖子，这光有问题，小心别被照到。我去，还真有月亮。嘿，身手不错呀，天真。这几年和瞎子没白待。铁战，快想办法！胖子，啊，水，有水，小哥，接上！嘿嘿，来吧，走你！胖子，你没事吧？还行啊。嘿嘿，福大命大，嘿嘿，哈哈哈，没事儿，嘿嘿，胖爷我福大命大，哈哈哈。哎，这怎么还唱歌呢？这个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。坏了！哎呦，这！我这脖子怎么回事？手脚还不听使唤。
将军，快想办法！对，差不多。将军反了，过了，差不多，对，就这样，差不多了，你别说，这么动一下，舒服多了。看好你儿子，下次再惹我就揍他。哼，这是我亲爹。这里不安全，快走。等我给我亲爹缠上点儿。完了！看来咱们得在这儿陪小人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月亮敲下来。快走！小哥！胖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哎呀！小哥，你怎么样？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你们先走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工具，然后想办法汇合。小哥，你小心点啊！罗素，你捡那些不值钱的石头干什么？这里的规则是全部带走。这是。啥情况？咋会突然起火了？我错了，全部带走的意思是要连着桐油一起带走。
那些石头接触了空气就会自燃。没有我，你们走不了。这里面全部都是规则、机关，你们看不懂，就死定了。带上我，带上我，我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我藏的东西，我3，你7，啊？他不会分你钱的。有了这些钱，你就可以离开他了。而我只想活着。武神，武神，武神，武神。怎么回事？某人带着铲子能去哪儿啊？
田真，这儿。那边没有路，只能爬上去。啊！别动！胖子，救不救？救就救呗，还能见死不救啊？活的，有反应。行了，别叫，别叫，别说话。别说话，赶紧出去，明白吧？天真，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？机关坏了，走不了了，我爬不上去了。你们赶快走吧。走！天真，手给我！天真！都还活着呢。你说呢？你们跟着小哥来到这里，是想出去吧？小三爷，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吧？这幅图是我在刚刚那个地宫里看到的。从这幅图上看，我们应该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探索这个地宫。
而是有高低的落差。如果金刚墙在2楼的话，我们应该在1楼或者3楼。现在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去这儿主殿。你怎么就确定这幅图一定就是真的？因为这幅图就是我爷爷画的。我爷爷以前是个文盲，建国之后才学会了写字。就是因为他的字是后练的，所以总会有一些以前的影子在里边。那个，不让走回头路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这个地宫要把人困住的防盗机关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去主殿找出口试试。根据刚刚那个地宫里的壁画来看，这个地宫应该是一群术士建造的。这地宫的小人虽然看上去很古怪，但细想一下，都与古代的幻术有关。破面刺眼，一头之茧。这群术士还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他们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眼前所见即为真实，所以曾一度被奉为神仙。没错，后来因为他们私修天文历法，被当时的朝廷诛杀。逃出去的术士就在戈壁上建造了这个地宫。你说朝廷为什么要跟这帮术士较劲？因为古代皇帝相信天文星算等学说会影响国运，所以明令禁止民间私习。那这群术士为什么冒着被杀头的风险，也要私修历法呢？闭嘴！我现在不关心他们为什么研究天文，我只关心宝贝在哪儿。这怪物是什么？还有究竟怎么出去啊？你不是我的军师吗？啊？为什么他能说那么多呀？说！你们听说过飞叶鬼吗？飞叶鬼什么鬼啊？传闻，近代有位名叫杜九游的术士，他曾用一门幻术造出一种名为飞叶鬼的怪物，不仅杀不死，而且生长极快。后来由于这门幻术过于真实，不久便被朝廷下令禁断。够了，走。小心点。哟，这棺材够稀罕的啊！嘿，这可得好好研究研究啊！这万一里边有出口呢？我劝你早点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就研究研究，咱不开啊！嗯，你看，
开关永不见天日。这谁写的？这是规则吗？这就是个装饰。不管是谁写的，在这里的一切，咱们最好遵守。哼，咱不开，啊，不开。我下去看看，你小心点。开。这帮变戏法的，还会驱魔呢，业务范围挺广泛啊。再广泛也没你广泛。哎，不是胖爷我眼花了吧？这儿除了刚才那个不能开关，怎么一条规则都没有啊？啊，这说明除了爷爷和李关镇，没有活人来过这里。那边的孙子，胖爷我没舍得开的关子，让你给我开啊！老子这趟下来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死了多少兄弟？我不可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！你给我下来！孙子，还开你！孙子，孙子，你给我住手！我操！你开枪啊你！我没子弹怎么开枪啊？金子，一棺材的金子，发财了，兄弟，咱们发财了！这群术士还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他们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眼前所见即为真实。胖子，我们可能要出不去了。这不是什么金沙，而是一颗彗星在掠过地球的时候撒下的一种奇特沙子。这种沙子能令人产生牢不可破的幻觉。被一名术士发现后，应用在他们的幻术表演上，甚至还发明了飞夜鬼这种可怕的幻术。我们在进入地宫前，应该就已经吸入这种沙子，产生幻觉了。但如果一切都是幻觉，李关真为什么要回来？这种沙子让人产生的幻觉，和现实是毫无区别的。人并不是非要生活在现实当中，他们也可以选择生活在无法分辨的幻境里。
这周围全是彗星沙，只要身在这个地宫里面，我们就无法破除幻觉，找到真正的出口。那我们怎么出去？我把这附近都找遍了，没有更多的规则了。在第一个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一行字。什么字？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呀？我不懂那汉字是什么意思。那你能不能画出来？这不是梵文吗？印度人他们也来啊？违反7次，他会来。那这跟出去也没什么关系。飞夜鬼，是飞夜鬼会来。飞夜鬼，哼，来了正好，带回去一块熬汤喝。这个字留在地宫里面，就说明这个东西一定非常的可怕。我们违反几次了？顺着他那侧，一共6次。我忘了算我自己那次了。下面有出口吗？下面没有出口，但是我爷爷一定来过这里，线索一定也在这里，想办法找到他。
九哥，九哥！坚贞。小哥，火！他怕火！知道出去的办法了。啊，真的？这群术士之所以在这里建造地宫，是因为这里处于沙漠的低洼地带。彗星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在这里撒下大量的矿物质。这些矿物质会和沙石一起汇聚到低洼处，流入地宫。经过这历关的过滤之后，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彗星下。你是说，这个历关是个击沙过滤器？没错。那两个头像的眼睛，就是运送沙石的通道，可以通往地面。哎呦，我不是眼花了吧？这两个眼睛是不是马上就要闭上了？是大荒落，是大荒落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小哥，出口在眼睛。你们先走。走。
走。你走吧，别放弃，我们一起走。我没机会了！天真，三叔，三叔，天真，天真。哎呀，
哎，你那意思是说那些缺的笔记是你爷爷自己撕的？对啊。喂，我爷爷写的时候，应该还没有后代。后来他是怕后人会像李官镇一样，无法抵挡彗星沙的诱惑，就把那页给撕了。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不要轻易去这个地宫。哎，你说李官镇这老小子是不是被沙子给弄傻了啊？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，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的，他那戈壁他坚持得过去，地宫里出得来出不来，他自己心里没点数。他不是被弄傻了，是因为欲望彻底疯了。李官镇自己以为带出了彗星沙，但其实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。人呐，总是趋向于沉浸在美好中，而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残酷。那些术士恐怕也一直都沉迷在他们的幻想里。也许真实的他们和李官镇并没什么两样，那个地宫里也根本什么都没有。哟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哇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今儿就今儿了吧，走吧，走啊！哎呦，哎，走着。接，伯爵，有个九门的故人来托我办点事，我跟瞎子要出到远门，这事挺棘手的，别人处理不了，我让他去找你。我们出发去雨村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哎，别呀！我跟他说，看前面。这单干成，能抵多少债？0.1成。看，成交。叫什么名字？见到人你就知道了，他自然有找到你的办法。